一起来看精彩短剧与狼共枕情故事解说。时隔2年重逢，千吴望着韩卓晨，感慨他依旧年轻，直白诉说自己长久的思念。面对千吴的深情，韩卓晨态度冷淡，接连质问他为何归来，为何执意相见。冰冷的提问冲淡了久别重逢的温情，让气氛瞬间变得压抑凝重。短暂对峙后，画面切入一段温柔又酸涩的回忆。年幼的千吴被长辈叮嘱，如果未来父母无法陪伴身边，一定要好好活下去。小小的千吴懵懂听话，牢牢记住了这句话。画面切回当下，千吴整理好情绪，告知身边的叔叔自己已经准备就绪，可以出发。随后他面向韩卓晨，代表福利院的孩子们真诚道谢。韩卓晨神色淡然，表示这都是自己分内之事，无需客气。在场工作人员随即向韩卓晨介绍千吴的身世经历。千吴幼时进入福利院，早已记不清童年往事，但他勤奋刻苦，天资出众，学业始终名列前茅。如今更是顺利考上港城大学，前途可期。韩卓晨听闻后心生赞许，夸赞千吴十分优秀。千吴坦言，这些年多亏院长和众人照料，自己才能安稳成长，安心读书。但他一直怀揣钢琴梦想，只是学琴开销巨大，凭一己之力根本无力承担，于是鼓起勇气向韩卓晨提出资助请求。他郑重承诺，自己定会刻苦学习，日后加倍报答这份恩情。韩卓晨心生疑惑，不解他已然考上名校，为何还要执意耗费财力精力学钢琴？千吴表示自己真心热爱钢琴，且极具天赋，还提出可以当场弹奏一曲证明自己。韩卓晨被他的执着打动，答应全力资助他完成钢琴梦想。千吴满心欢喜，连连向韩卓晨道谢。此刻千吴心中藏着无人知晓的感慨。韩卓晨永远不会明白，当年外界传言早已夭折的孩子，如今就活生生站在他面前，命运的错位与纠葛悄然上演。场景切换至一场高端慈善拍卖会，本次拍卖的核心拍品是普渡大师亲手雕刻的莲花佛手玉坠，起拍价300万。现场众人相继出价，价格很快攀升至400万。就在众人持续竞价时，韩卓晨直接出价1000万，一举定格全场价格。在港城，无人敢与韩卓晨争抢心仪之物，现场瞬间无人加价。主持人2次落锤确认后，正式宣布玉坠以1000万价格成交。拍卖会工作人员向韩卓晨致谢，感恩他对福利院公益事业的鼎力支持。拍卖落幕，过往的温柔回忆涌上千吴心头，让他心生感念。他再次向韩卓晨道谢，韩卓晨却温柔叮嘱，比起道谢，他更希望千吴一生平安顺遂。随后媒体记者纷纷上前想要拍摄采访，韩卓晨不喜张扬，出声制止了众人。拍卖会结束后，千吴与福利院院长重逢，院长亲切寒暄，询问他这些年在韩卓晨身边的近况。寒暄过后，韩卓晨将千吴带回自己的别墅，告诉他这里从今往后就是他的新家，3楼为他准备了专属房间。他贴心交代，身边的叶谦会负责为他添置当季新款衣物与首饰，日常生活有任何需求都可以随时提出，无需拘谨。安顿好千吴后，韩卓晨耐心叮嘱他要多读书，拓眼界，同时全力支持他继续学习钢琴，追逐梦想，帮他弥补曾经落空的心愿。被悉心照料，处处被偏爱的千吴心中暖意涌动，真切拥有了安稳的归属感。剧情跳转至势力交涉场景，众人闲谈中提及，公司本次货物顺利通关送达，全靠林江晚在船运方面的鼎力协助。如今雷爷常年身居海外，不问事务，雷氏集团的运转大多依靠林江晚支撑把控。众人纷纷感慨，千吴常年伴林江晚左右，二人气质愈发契合，格外般配。局势突发变故，现场危机暗涌，有人察觉风险将至，立刻安排旁人带着晴晴先行撤离，直言当下局面将加无力应对。有人主动留下想要保护韩卓晨，却被同伴制止。对方明确表示自己的首要职责是守护身边之人，而非韩卓晨，让其安心留守即可。暗处有人暗中梳理韩卓晨的生活习性与弱点，为复仇计划做足铺垫。此人深知韩卓晨生性多疑，警惕性极强，无论事务繁忙到多晚，夜晚必定归家，从不外宿。他入睡时严禁任何人近身，日常饮食仅允许陈嫂一人经手，旁人无权插手，绝不例外。此人坦言，自己隐忍蛰伏整整3年，只为伺机复仇。如今局势恰好为自己创造了绝佳机会，他心中暗自默念，今日的恩怨纠葛，皆是因果轮回，休怪自己无情。另一边，有人用餐后直言食物口感极差，难以下咽，身旁之人立刻关切询问其是否受伤，满心担忧。随后有人责怪对方不该轻易让叶青离开，当下局势凶险，务必优先保障自身安全。
被叮嘱之人十分冷静，让对方只需顾好自身，无需多虑自己。氛围稍稍缓和，有人主动伸手想要搀扶对方，却被委婉拒绝。对方表示自己在校学过专业急救知识，能够独立处理伤势，还笑着调侃对方是自己第一个实操救治的人，希望对方不要嫌弃自己手法生疏。看着愈发成熟懂事的千吴，旁人忍不住心生感慨。千吴轻声解释，自己方才一直以为对方已然熟睡，所以全程小心翼翼，不敢惊扰。就在此时，韩卓晨告知千吴，自己已为他申请维也纳顶级音乐学校，安排他出国深造，深耕钢琴专业。突如其来的安排让千吴满心疑惑，不解韩卓晨为何执意要将自己送走。韩卓晨耐心解释，千吴成绩优异，音乐天赋出众，前往维也纳深造是最优选择，能让他的天赋最大化发挥，拥有更好的未来。但千吴十分抗拒，明确表示自己不愿离开韩卓晨。韩卓晨随即表明顾虑，他并非千吴的亲属与法定监护人。千吴已然20岁，常年依附在自己身边，容易引来外界流言蜚语，损害他的名声。可千吴全然不在乎外界议论，满心坚定，只想留在他身边陪伴守护。韩卓晨再次劝说，自己身边危机四伏，数次惊险遭遇千吴都亲眼所见，留在自己身边太过危险。但千吴态度坚决，越是见证他身处险境，越不肯离开，执意要陪在他身边共度难关。二人争执无果，千吴满心失落，独自转身返回房间。镜头转回势力争斗线，刺杀韩卓晨的幕后真凶已经查明，正是久居海外的雷让。众人分析局势，此次刺杀失败，雷让绝不会善罢甘休。这些年，己方留在港城的势力多次被警方拔除，背后多半是韩卓晨暗中布局打压。如今韩卓晨势力渐长，野心愈盛，步步挤压雷让的生存空间，让常年蛰伏海外的雷让彻底沉不住气，准备重回港城夺回雷氏话语权。为引蛇出洞，麻痹对手，有人刻意撤走身边半数护卫，制造防备松懈的假象。此人洞悉局势，雷让海外势力早已被逐步瓦解，唯一阻碍他重回港城掌权的人便是自己。对方唯有除掉自己，才能彻底掌控雷氏，站稳脚跟。做好全盘布局后，此人坦然决定接下对手的所有招式，正面对峙。夜色渐深，氛围变得暧昧柔和。有人贴心劝阻对方不要饮酒伤身，随后有人顺势挽留对方留宿，不必深夜奔波。对方调侃二人私下往来，难免会被外界诟病暗度陈仓。二人相互打趣，用藕断丝连、余情未了形容彼此关系，最终一笑而过。对方直言，大张旗鼓派人贴身守护，本就是借机拉近关系，登堂入室。随后问及对方后续计划以及如何安置身边的千吴，对方郑重承诺会尽快妥善送走千吴，理清身边所有牵绊。场景切换至紧张的求助对峙现场，一名男子苦苦哀求阿成，坦言自己已然兑现所有承诺，恳请阿成务必护好自己的妻儿老小。阿成立刻安抚，告知他安排的护卫人马即刻抵达，让他安心等候。画面瞬间陷入混乱凶险的追捕场面，有人肆意开枪引发混乱，遭到领头者厉声呵斥。众人紧急搜寻夏永华遗留的关键物件，直言任务尚未完成，绝不罢休。领头者遵从雷让指令，下达不留活口的狠厉命令，手下众人立刻四散，全力搜捕。经历这场凶险混战，有人心中满是悔恨后怕，不愿再重蹈覆辙，再也不想体会眼睁睁看着亲人遇险，自己却无力施救的绝望滋味。剧情穿插一段心理剖析，结合真实杀夫案件解读人性，人往往会对至亲与爱人彻底放下戒备。夫妻同床共枕的松弛状态，最容易被有心人近身伺机。也正因如此，复仇之人笃定，想要让生性多疑、警惕极强的韩卓晨彻底卸下心防，唯一的办法就是成为他的妻子，以最亲近的身份潜伏在他身边，静待复仇时机。深夜，韩卓晨从枪击噩梦中惊醒，心绪难平，惊魂未定。千吴察觉他的异常，轻声安抚，温柔宽慰。惊魂未定的韩卓晨主动请求千吴留下来陪伴自己。韩卓晨向千吴诉说梦境，坦言梦中被人持枪刺杀的恐惧格外真实，也提及此前会场之上，千吴曾持枪对准自己，让他心生不安。千吴立刻解释，当初持枪并非恶意，全然是为了保护他的安全。得知真相后，韩卓晨轻声询问千吴是否愿意长久陪伴自己，同时坦言自己身边危机重重，留在他身边是最危险的选择。千吴全然不惧风险，坚定表示无论韩卓晨是什么身份，经历何种境遇，自己都无条件信任他，愿意守护他。最终千吴留下陪伴，二人安稳共度一夜。次日，有人为申硕备好海外留学推荐信，已然提前和学校对接妥当，确保他可以顺利入学。旁人感慨，
昨日争执中，对方已然心动，却依旧刻意克制，不肯松口。地信之人表示，韩卓臣向来言出必行，承诺之事必然兑现。与此同时，暗处眼线接到指令，全程紧盯动态，及时汇报。布局之人感慨时间紧迫，不幸韩卓臣毫无破绽，决意主动前往深水湾会所寻找突破口。手下连忙劝阻，告知深水湾会所是韩卓臣的产业，贸然前往风险极高。但对方态度坚决，无人相送便独自前往，执意冒险一试。场景切换至温馨的好友相聚，千武与福利院一同长大的挚友木槿碰面，千武真诚道谢，感谢木槿为自己介绍待遇优厚的兼职，同时承诺会尽快还清过往欠款。木槿毫不在意，直言二人从小相互扶持，情谊深厚，无需计较金钱得失。木槿亲手调制新酒款待千武，千武品尝后夸赞酒水柑橘香气浓郁，掩盖了烈感，回甘十足。闲谈时，木槿发现千武的物品寄到了自己这里，心生好奇，追问缘由。千武故作神秘，避而不答。木槿再三叮嘱千武，会所鱼龙混杂，隶属韩卓臣，出入务必小心谨慎。千武安抚好友，直言韩卓臣待自己十分温和，无需担忧。木槿见千武大口饮用烈酒，连忙劝阻他切勿贪杯，伤身误事。千武简单道别后先行离开，与木槿约定次日再见。离开会所的千武很快与韩卓臣相遇。韩卓臣见他身处会所，一身酒气，神色瞬间沉冷，严肃质问他为何前来此地。千武坦然回应，自己清楚这里是他的地盘。韩卓臣满心不悦，追问他何时开始沾染烟酒，流连复杂场所。旁人随即介绍，木槿是千武的福利院挚友与大学同窗。韩卓臣依旧怒气未消，想要隔开二人，阻止他们往来。千武立刻挣脱阻拦，反驳自己已是成年人，交友、饮酒都是个人自由。韩卓臣满心担忧，告诫他会所人员混杂，暗藏危险，容易遭遇不怀好意之人。千武心生赌气，直言韩卓臣才是那个最让人捉摸不透、最难靠近的人。争执之中，千武满是委屈不甘，控诉韩卓臣说话不算数，明明知晓自己的心意，却执意要将自己送走，强行分开二人。情绪崩溃的他强忍哽咽，只求最后好好听一次他的声音，甘愿承认自己满心执念，略显没出息。汹涌的情绪席卷心头，他默默承受着内心的挣扎，被迫接受二人即将分离的结局。平复情绪后，千武终于正视内心，鼓足勇气向韩卓臣告白，坦诚自己长久以来的爱慕心意，认真询问对方是否也喜欢自己。画面短暂插叙一段温情回忆，年幼的妹妹满心委屈，向姐姐哭诉自己思念父母，姐姐温柔安抚，坦言自己同样思念双亲，同时告诉妹妹，母亲曾叮嘱，即便父母无法陪伴左右，姐妹二人也要好好长大，认真生活。姐姐耐心开导妹妹，自己一直谨记嘱托，努力求学，好好生活，坚信父母一直在默默守护，庇佑他们。她叮嘱妹妹，哪怕孤身一人，也不能放弃自己，要努力追梦，向阳生长，活成父母的骄傲。年幼的妹妹认真铭记姐姐的叮嘱。主线镜头回归，旁人详细介绍木槿的背景。他与千武一同在福利院长大，是韩卓臣资助的学生，如今和千武同校攻读法律专业，成绩优异。为减轻生活压力，木槿在酒吧勤工俭学，这份兼职也是千武帮忙引荐。次日清晨，陈嫂早早备好早餐，告知千武可以用餐。千武礼貌道谢，说明自己早已和朋友约好外出用餐，无需为自己预留饭菜。随后有访客上门，小吴专程前来接韩卓臣上学，相处的温柔瞬间冲淡了连日的紧绷氛围。千吴见到盛放的鲜花，心生欢喜，让陈嫂插好摆放。陈嫂表示自己对花粉过敏，千吴随即贴心决定摆在自己房间，不会打扰他人。韩卓臣见状，当即叮嘱江阳，日后切勿随意将外人带入私宅，严守规矩。江阳立刻应允，承诺下次会在门外等候，绝不擅自带人入内。事后，小吴询问旁人自己的表现，得到了演技精湛、发挥完美的夸赞。同时，有人表态会全程贴身守护千吴，全力保障他的人身安全。刺杀事件的调查结果正式出炉，手下向韩卓臣汇报，行刺者均是非法入境的亡命徒，受人雇佣行事，口中没有可供深挖的线索，暂时无法锁定幕后主使。为彻底迷惑雷让，诱其归港，韩卓臣主动撤走身边半数安保，刻意营造防备空虚的假象。身边之人忧心劝阻，这般冒险只会给雷让创造夺权契机，无法彻底打消对方顾虑，挖出真相。众人分析局势，得出结论：夏永华手中大概率握有扳倒对手的关键证据，只是多方搜寻依旧一无所获。目前现有证据不足以给林阳定罪，且案件追诉期即将到期，
查清真相、清算恩怨的时间愈发紧迫，众人不再打扰沉思的韩卓晨，让他独自冷静平复。深夜独处，有人醉酒后情绪失控，拒绝旁人靠近，任由复杂心绪肆意翻涌。面对千吴直白热烈的告白，韩卓晨最终狠心拒绝，明确表示二人无法在一起。千吴满心不解难过，追问拒绝缘由。他清楚二人无任何血缘羁绊，只是纯粹的男女情爱，自己真心想要与他相守一生。韩卓晨耐心诉说二人的阻碍，双方年龄差距悬殊，自己年过30，常年深陷纷争险境，随时随地面临暗杀危机，自身飘摇不定，给不了任何人安稳未来。他认真询问千吴，能否分清依赖与爱情，是否笃定未来不会为今日的选择后悔。千吴态度无比坚定，直言自己心智成熟，心意明晰，绝不后悔。即便知晓前路凶险，对方身处泥潭，他依旧毫无退缩，执意要陪在韩卓晨身边共度风雨。与此同时，慈善拍卖会酒店门被堵事件的调查结果出炉，手下汇报当天到场女兵众多，同款发卡随处可见，线索繁杂重叠，无法精准锁定幕后之人，案件暂时搁置。线索中断后，韩卓晨立刻调整安保部署，郑重吩咐叶青，往后所有安保事务以千吴的安全为核心，优先保全千吴，哪怕牺牲自身安危，也要护他周全。叶青领命，严格遵从指令。事后，叶青单独找到千吴，直接点破酒店堵门事件是他所为。千吴瞬间慌乱忐忑，担心自己的计划暴露，被韩卓晨知晓。叶青告知他，自己已暗中帮他遮掩痕迹，躲过追责，但严肃警告下不为例，不会再为他包庇掩饰。叶青忍不住感慨，韩卓晨多年来真心待他，悉心呵护，倾尽心力照料他的生活与梦想，不值得被这般刻意算计。千吴心中五味杂陈，清楚叶青多年来也默默守护自己，心中满是感激。紧急突发消息传来，韩昭获批保外就医，却在途中被雷让的人强行劫走。众人瞬间洞悉雷让的目的，他想要从韩昭口中打探当年夏雨案件的隐秘真相，以此寻找夺权复仇的突破口。局势再度升级，众人相互叮嘱，务必谨慎行事，小心自保。噩耗接踵而至，手下紧急向韩卓晨汇报，千吴在亚利湾路段被人强行劫车掳走，失联仅短短5分钟。随行护卫谢欣为保护千吴中弹受伤，已紧急送往医院救治。谢欣昏迷前透露，掳人者面部有一道明显疤痕，乘坐面包车逃窜。得知千吴身陷险境，韩卓晨神色紧绷，心急如焚，当即下令召集所有安逸组人手，全城封锁，全力搜寻，务必找到千吴的下落。被掳后的千吴恍惚间听见孩童唤父的声音，过往恩怨画面交织浮现。监狱中的幕后之人满心怨念，看着韩卓晨手握重权，风光无限，身边还有千吴相伴，而自己常年深陷牢狱，受尽折磨，心中恨意难平，极度不甘。此人如今无力对抗韩卓晨，只能被动期盼对方出手相救。巨大的落差让他心态彻底失衡，他立刻让人取来摄像机，打算录制视频制造事端，给韩卓晨送上一份报复的大礼。绝境之中，千吴满心绝望，误以为自己难逃死局，无法脱身。危急关头，救援人员及时赶到，安抚千吴不必害怕，成功将他救出险境。脱险后，众人得知严修已送医救治，稍稍安心。有人叮嘱千吴先上车等候，自己留下来处理后续残局。千吴满心担忧，追问对方如何处置幕后恶人。众人看着屡教不改、作恶不休的对手，满心愤慨。10年牢狱依旧没能让他改过自新。对峙之时，对方公然揭露韩卓晨的过往密事，声称当年夏小爱的离世与他有关，以此要挟，扬言要向警方揭发真相，毁掉韩卓晨的一切。众人快速判断，对方尚且不知千吴的真实身份，局势仍有转机。对方趁机开出交易条件，要求韩卓晨交出夏永华留存的关键证据，自己便隐瞒当年旧事。同时他表示并非忠心为雷让效力，只要韩卓晨给出足够钱财，助他逃离港城，便可就此作罢两清。看着对方肆意要挟，肆无忌惮，韩卓晨怒火中烧，厉声质问他是哪只手伤害了千吴。对方嚣张挑衅，直言双手都曾对千吴动手，毫无悔意。他依仗手握把柄肆意施压，扬言韩卓晨一旦动手，警方和各方势力都会追责，逼迫韩卓晨妥协。现场局势瞬间剑拔弩张，一触即发。大批车辆及时赶来，轰鸣声打破现场僵局。爱恨纠葛、执念遗憾、恩怨情仇在此刻尽数交织，所有人都深陷命运漩涡，身不由己，无法脱身。诸多误会与牵挂缠绕心底，明明满心深爱与牵挂，却受制于局势、身份与过往恩怨，只能刻意疏远，
暗自煎熬，将心意深藏心底，默默遗憾，默默守护。